这一对有请。黎先生24岁，来自广西，游泳教练。林女士24岁，来自广西，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小片里说他老管着你是吧？对，挺好，很幸福啊，有人管。可是他管得太过了，我的交际方面他要管，我吃喝用度都要管，就是生活上的大事小事所有都管，个人隐私也要管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很不尊重我的这个个人隐私。这是你自己夸张的描述，还是确实是这样，姑娘？是这样的，比方说平常两个人出去吃，点3、4个菜，那不都是很正常吗？如果说我吃不完了，打包了，他就会摆脸色给我看。没有说那么夸张的哦，不是说每件事都要管到他，都是给他一个建议，希望他能听一下啊。他说的那个吃饭的事情，那是我和他去一个川菜馆吃饭，我们2个人去吃的，他点了3、4个菜，都是很大分量的，一个什么水煮鱼啊、水煮牛肉之类的，我们就2个人，他点了4个类似的菜，而且他嘛，每个菜就吃1、2口，然后就说他饱了。他刚下那个饭店门口就说啊，他又饿了，要吃其他的，这样子不是很浪费的一个节奏吗？所以我就和他说要计算好，不能每次都这样吧。我也没有每次都是这样子，连吃多吃少他都要管。那我吃完饭之后，我想吃甜点啊，什么吃点小吃，那不都是很正常的吗？然后他也说，一件小事就能叨叨半天。哎呀，你们俩这恋爱谈的其实挺累的，你知道吗？吃嘛，你就吃就是喽，你吃不完就打包，下顿再吃就是了。对呀，打包回去，可是他又不吃的，然后就放在那里，要么就浪费不要。行，这是吃管，穿也管吗？穿也管，我出去就是。我花的一些东西吧，他也是管，护肤品啊之类的啊，他都要管。他说我管他，我也是提建议给他。他家里面那些面膜啊、口红啊，一大堆放在那里，他又不用买回去，所以我就说下次我们能用多少就先买多少，用完了这些我们该买多少再买。那我也没有天天买啊，1、2个月才买那么一次，有时候打折扣了我才去买。他也是说。我问一句啊，资料上说您现在还是读书呢，对吧？对，我一直都做着兼职这些，就我也有自己。所以说那些钱是你挣的，对吧？对。所以你就气愤了，对吧？对。我挣钱，你还管我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行，这是管我吃，管我用，还有啥不满意啊？啊，就是连我交朋友也限制。我在做兼职的时候嘛，就一个男同事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是同样是玩一个游戏的。就有一次他问我游戏在哪个区这样子。被他看到了，他就质问我，他说：“这男的谁呀？为什么找你啊？就打什么游戏呀？”我跟他解释，他说：“打什么游戏呀？为什么要跟他打呀？”这样子，然后就二话不说就把他给删掉了。我连回复别人的一个权利都没有。他会经常看你的手机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外地的，然后那个时候的话，他和其他的男性玩得比较好。然后我可能就比较敏感吧，我就结束了在外地的工作就回来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个心结。行，管吃管用管交友，还管什么？去哪儿也要管。就我闺蜜有一些心事就想跟我说嘛，然后她就找我一起去一个酒吧，想放松一下的。既然是闺蜜找到我了，那我肯定也得陪陪她吧。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事儿，然后他就不想让我去，就说这么晚了还去干什么呀？这样子。去没去啊？后来去了。去了就没管嘛，人提个建议嘛，也是担心，挺好啊。可是我去完了回来见面的时候，他就是一副那种冷嘲热讽的感觉，就摆脸色给我看，就哎厉害了，自己还会去酒吧啦，什么什么，像管女儿一样管着我。12点多了，他2个女孩子去酒吧，确实啊。就你也知道，我说不让他去，他肯定不行的。那去了，我就不可能。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哎呀，你去的真好，不可能这样说吧？那不是鼓励他还下一次吗？我就说去的真好啊，那怎么样？
希望他就收敛一下，不要去那么多，就是希望这样。我哪有去那么多？一年也就去个4、5次。哎呀，不是也是为你们好嘛？对啊，先决条件是晚上11、2点，你们2个女生要去酒吧嘛，这个担心很正常嘛。那他也是经常晚上出去啊。我出去是因为工作上有些事情要聊，不是说要出去玩。是。还有就是他老是经常突然就会发一些小脾气，就让我觉得很不能理解。这你能举个例子？什么叫莫名其妙？对，就比如说是有一次在外面吃东西，然后我就把我的要求就告诉服务员嘛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行了，别这样点了，行吗？快点，行吗？”这就别人服务员都还没催，他就这样子，让我就是觉得很没有面子，而且让我觉得我不是被爱护的一个感觉。我肯定不是说直接就变脸发脾气，我会提前和他说不要这样，我们尽量快一点，后面还有很多人。可是他是也不回答你，直接还是继续的这样子。有些时候我可能就比较急，就说大声而已。他其实和我的沟通方式啊，好像有点不一样啊。就我觉得我已经是和他有商量过的，他是总觉得我是一下子变的。有一次我下班去他家的时候，他在玩游戏，他当时那家就很乱。我说：“你先不打游戏了。”我没有觉得很乱呀，你觉得很乱，我也觉得很乱。我说：“你先别打游戏了，收拾一下吧。”他就完全不理我，继续玩他的。然后我帮他收拾一会儿，他玩完一局了。我说：“那现在可以了吧？”他还是不管我。那次我就真的有点脾气大了，就甩门就走了。那你说你来我家，觉得我家乱，但是我觉得我住挺舒服的呀，我干嘛要就是因为你说一句我就要收拾呀？是没有。那我还打着游戏呢，难道就半途撇下队友就不管就去收拾吗？对，那是人家家，对。他也可以先说一声，我迟一点再收拾，或者我觉得不乱。我这么问你吧，过2天以后你们俩结婚了，这家是按他的整齐标准划定，还是按你的整齐标准划定？最好按我的吧，他真的是会比较乱啊。按你的还是按他的？我觉得都无所谓，反正你想收拾你就收拾呗。所以什么标准无所谓？对，所谓的是我不收拾，我不觉得脏就是了。对，好，明白了哈，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。现在男生就觉得这是自己老婆了，对吧？对，什么事儿你按我的标准来，我们是为了未来。女生人家还在恋爱当中呢，对吧？对，也不是说没有那个，你为什么非要管我呀？你能管得住我吗？而且我也觉得他就是太管着我，太过了。我觉得我这些都是为他好，和他商量的。他如果真的有不愿意，可以多和我说。所以你认为他是冤枉你了？你是跟他商量过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我每次都有商量。一个人说我是爱你，所以我那么用心的去爱你。可能心里还挺委屈的，你怎么不能理解？另一个人心里却说：“你哪里是爱我嘛？你明明就是管我、控制我嘛！”我觉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。姑娘，你能感觉得到他爱你吗？但是我还是就是没办法接受这种让我喘不过气的感觉。明白。你能感觉到女生是爱你的吗？有哈。那就好办了。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黎是游泳教练是吧？是的。所以他是你学员吗？不是吧？那你为什么在生活当中感觉把他当学员一样呢？恨不得手把手的去教他。你这种恋爱的模式啊，我们俗称叫说教式恋爱。他会觉得你一直管着我，这个也说我，那个也说我。但是你有认真的停下来不说去听他想要什么吗？你有认真的听过吗？我有问过他，不过好像他表达也没有，我可能感觉没到。所以说不是你没有听，是他表达不清楚。可能是我没有所以问题还在你没有认真听。你都没有静下心来，你一直都是在说我觉得，永远在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想法，这在恋爱当中是非常可怕的。我捂住耳朵，我不听你说什么，只是我觉得，那你就完全没有在意他的感受啊。我们可以用你想要爱对方的方式去爱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对方想要什么。
所以建议你要适度，这种适度就是一个火候，一个分寸。女生也同样，其实一开始啊，你肯定也是特别受用他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关心，然后时间长了发现，哎呦，有点过分了，开始管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走进你的世界指手画脚。所以当你发现他有点越界的时候，你就要及时的制止，告诉他你的世界的边界在哪里，好吗？明白我说的了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，祝你们幸福。我听你们俩的对话像极了一个女儿跟自己的父亲说：“爸爸，不要管我了，女儿长大了。”而这个父亲呢，对女儿说：“我可都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呢？”类似的对话，我跟我儿子也经常发生。而就你有一点让我特别有共鸣，就是你说好像我觉得明明是商量过的，但是他感觉是很突然。我其实明明跟儿子说商量，你再玩10分钟的游戏啊，就10分钟。好，当我10分钟到的时候，我要去拿走他的游戏的时候，他很不开心。有一次我跟他谈心说：“你为什么觉得爸爸脾气不好呢？”他说：“每次都是你在我玩的最高兴的时候，突然你把它拿走。”我怎么会呢？我们都是商量过的呀。其实，同样，刚才主持人在问女孩说：“你有没有感受她的爱？”她这种爱是犹豫的，为什么？的确感受到爱了，但那个不是说情侣之间的爱，真正的有商有量的爱，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“我是为你好”这几个字儿，一下就可以把你所有的行为都合理化。但恰恰他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所谓你觉得为他好的事情。我们对孩子可能因为他没有成人，他没有独立的这种能力，我们在帮他做了很多的决定。但是如果放到情侣之间，你必须要把握住，你们不是生来就是一家人，你们是要通过磨合感受对方真正的平等的爱，才能走得越来越近。一切都是为了爱，的确是为了爱，但是爱出来之后，被爱者他会觉得不爽。所以说我们既然是平等的情侣之爱，你要尊重他的跟你不一样。有些习惯并不是他不对，而是不适合你，让你觉得不舒服了，但是他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否则他就会很不开心。所以还是平等吧，有度，不过分，这样会爱起来更加放松舒服，明白吗？就这样。我特别不喜欢无论是恋爱中的男方还是女方说我是因为爱你呀，打着爱的旗号，把自己的要求和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强加到别人头上。我认为这只是爱的旗号了，这就不叫真正的爱了，这只叫爱自己。因为在我听来，也许女孩在某些生活习惯上不是最好的，但也不是说差到让人不能忍受，必须改。那我就肯定要批评你了，你看你家里乱的这个10件脏衣服扔在床上，那并不是这样。而男生一再强调按照你的要求、你的标准去安排他的生活，那我真的觉得你是爱的名义了，你不是爱的本质。真正爱他，要求不同的时候，好，我喜欢一尘不染，我女朋友家达不到我的标准，我二话不说，我挽起袖子干。可以呀，他刚才也说了，反正我自己的标准我接受，你要不够满意，你弄好了，这叫真的爱。尊重对方没有特别出格的要求，这是年轻人恋爱的基础。所以适当的放宽你的要求，适当的给他一定的空间，去爱他所爱，明白吗？你缺少一点激情，太婆婆叨叨，像爸爸像妈妈一样了，难怪他会觉得不满意。而女生，我也想劝你一句，你们在一起，我能听出来是以最终在一起生活结婚为目的的，那生活就是柴米油盐，我们该节约的时候就得节约。吃4个菜，你打包回家吃了，第2顿吃掉也算，你不吃就是浪费，日子就是不能这么过。你也得把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往过日子的方向去提一提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在，就问题不算太大，把彼此对对方的要求略作修整，日子可以过得很好。祝福你们吧，谢谢。所有的情感经营都是内功心法，
这个内功心法所指的是，从自己的角度上来说，经营感情都是经营自己，而不是经营对方。你管不了别人，你只能管自己。我们大部分是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对方。比如说这个吃菜浪费的问题，你与其这样每次说教似的告诉他你不能铺张浪费，让他滋生反感，你不如你每次你自己就节约，来给他形成一种无形的影响。如果说连这一点都看不会，不能被触动，那你说也基本上就没什么用了。第二方面，如果你要影响一个人，你首先要影响一个人的心。你比如说孩子经常把墙上乱涂乱抹，乱七八糟，如果你只是强调跟他说不要这样，你说了是没用的。但如果你拿把小刷子带着他去到他的房间，让他把自己的墙上刷得干干净净，成为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，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他可能会对所有到他房间来的小朋友说，你不能把我的墙画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付出了。他付出了，他就会爱的。如果你要改变他一样东西，你就要让他去付出。付出了之后，他自然而然就会相应的改变。对于对方的影响，一定是影响他的心，而不是影响他的行为。改变行为是暂时的，影响他的内心才是长久的。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好，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小渠啊，知道你儿子为什么你10分钟那个不行吗？为什么？我以前也试过，后来我发现问题了。他为什么说你没跟他商量？是因为你不了解那个游戏，你不了解那个玩法，对吧？当你了解那个玩法的时候，你一定不跟他说10分钟以后我就收你，你跟他说的一定是说打完这局我们不打了，他一定很开心。所以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呢？了解对方。如果你连基本的了解都没有，你所有的一切可能都是跟他背道而驰的。所以就学着了解吧，如果你们真的相爱的话，就学着了解对方，然后他了解你，你也需要了解他。有了了解才是一切的前提。可能是我真的太强加于你我的想法，不过我也是更希望我们之后以商量的形式来再重来吧。我想要的这段关系是一个对等的、平等的一个关系，而不是像爸爸管女儿一样的感觉。我希望我得到的感情是能相互扶持着一起走下去的这个感觉，而且我也希望我的恋情会是长久并且是带有新意的，而不是老旧式的。心里还不服气呢。我跟你说什么叫商量，我理解的商量啊，你自己体味一下。写作业啊，写完作业我带你去哪玩，不写完我不带你去玩，听见没有？是商量吗？你现在对他就是这样，同样的道理。哎呀，去酒吧喝酒啊，我能去不？你不能去，没事，你们俩聊你们，远远的坐着，我能去不？你能去，这叫商量，而不是说那种地方，哎呀，那叫商量啊，兄弟，转变观念。好了，哟喂，两位来看看，对方给你们封存了什么样的记忆在里面？男生说说为什么记忆是一只黑猫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和他在2年前养过一只猫，猫现在不在了啊。当时我和他见到这个黑猫的时候，在公仔店，我买下来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猫像我们养过的那个，拿这个来的时候，我是希望它能记住和我一起
抚养这个小猫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经过的那些事情。行，那个是什么呀，姑娘？那个是我们之前吵过几次架之后写下的一些条约吧。还有条约呢，可以看啊。别看我手机，尊重我的个人隐私。戒烟1天最多1支，2019年后减为2天1支，2022年成功戒掉。不能对我说谎，发现3次以上视为不要这段感情。不能未经我的批准用我的手机，对我不能有所隐瞒。能做到吗？他就是立了这个条约之后吧，只有1、2条他是能实行的，但是其他的也是没能。所以你得琢磨啊，他为什么老要违约呀？想一想，那今天把这个拿来干嘛？还是震慑的是吧？啊，希望今天的节目给你们有所启悟吧。谢谢2位，来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接下来就是看选择了吗？请开门。我就知道这是爱，突然你体贴着了他，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。哦哦哦。好了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正对恋人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难独占，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。送给你们啊！有一个专属天使，祝你们开心生活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谢谢。别的愿望，哦，要不是你出